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第9期。我是倩，我是 Ella。今天我们2个姐妹想要跟你深度畅聊所有关于钱的话题。money 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1到2个女性朋友，这也是支持我们最好的方式。最后呢，小红书找我们回复最快哦，而且我们最近刚刚开设了一个粉丝群啊，其实也可以说是催更团，欢迎大家给我们一些鼓励，谢谢大家，给我们留言。准备好了吗？ Let's do it。 家里谁管钱？肯定不是我。你呢？我呀，我是上海女人。你对钱最大的担忧是什么？人死了，钱没花光。你呢？我的担忧就是我怕不够我养老。明白。你懂投资吗？完全不懂，完全一窍不通。你呢？看到一些周围的朋友，我发现我还挺懂的。那你买大牌嘛，都买了些什么东西？然后什么时候买的？22到26岁之间那段时间会买包啊、鞋子，还有一个手表。我觉得一般都是在奖励自己的情况下。现在已经只背1-2块钱的布包。你呢？一样的，我小的时候追求这些东西，看环境，就比如说在伦敦好像就追求，在巴黎也追求，巴西就不追求。而且你一直都穿运动鞋。对，因为 practical。对，我是好看的鞋子非常的多，但是现在只穿这个 Birkenstocks。OK， 如果突然天上掉下来100万欧元，而且是税后啊，这个很重要，你怎么做？我会存起来。你呢？我有蛮多想法哈，可能会给家人和爱人买一些他们想要的礼物，其次全都存起来和投资。我大概50%会陆续投入美国的这个指数基金，另外一半可能会考虑投资葡萄牙的地产。100万欧元的资产，你可以把它大致想成每个月多了3000多欧元的这个被动收入。这么少啊？Rule of thumb 就是乘以4%。4%的话就是1年4万欧元平均到每个月就是3300多欧元，就是相当于是被动收入了。如果说每月多3000多欧元的话，我还是会对生活的一些这个消费习惯有所升级，比如说未来的这个旅行可能都会买商务舱，比如说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会舍得买火龙果，比如说我会考虑给我的狗狗把这个狗粮晋级成这个自己做牛肉和米饭等等，可能会把自己从这个1周1次或者2周1次的心理咨询升级到精神分析。还有什么呢？就是每天请阿姨。对，我也是2周请一次。对，我们现在是1周1次。我会考虑，如果有这个额外的钱的话，我会考虑生1到2个孩子，目前是比较犹豫的哈。还有就是我会每年请客整个这个我的大家族一起去度假一次。最后就是捐款目前的这个每年捐款的大致的数目我会同比这个增长。如果对，我肯定会捐助所有的那些狗狗站，我可能会收养1-2只。OK， 那你的伴侣今年的主动收入预计是你的多少？我的今年的主动收入应该会比较的低，我想空出多一些的时间呢，继续修炼这个心态躺平。但是我的伴侣是艺术家，电影导演，所以其实他的收入可以从0到很多。对，那今年他可能会有一些 project， 我的希望是他的收入在我的10倍左右吧，是有可能的。对，您呢？我伴他肯定是收入比我多很多，但是具体是多少我完全不知道。对，跟他说了，千万不要让我管钱。我们可能喝西北风。理财这件事情，说实话，
听上去很不 sexy， 你就 manifest。 That's all you need to do。 对 ，That's what I do actually。这是我赚钱的方式，manifest。然后我在那儿吭哧吭哧的查这个哪里的 interest， 哪里的回报，哪里的什么4%、10%。对对，他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他的那个我们的那个 chart， 他经常给我看，然后看完你懂了吗？人均资产多少钱你会考虑完全躺平，不再在乎任何的主动收入？至少就是银行里的那数量是让你觉得这个至少我躺平3-5年是不用太担心的。我觉得我个人来说，可能想要人均200万欧元，我会觉得很安全了。但我们刚才进行了不这么 rapid 的 fire。接下去我们开篇先说说中国、美国和欧洲的一些这个消费和储蓄上的一些不同点吧。我刚搬到欧洲来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一个让我很惊讶的事实，就是美国的信用卡的这个市场呀是非常非常资本化的。很多信用卡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广告并且会给你很多的积分，给你很多的这个开卡奖励，给你的开卡额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我18年的时候开了一张这个非常有名的 Chase Sapphire Reserve 一个现象级的这个信用卡，它当时开卡就给了我4万美金的额度。对，这个在欧洲真的是难以想象的。欧洲的信用卡据我所知是跟你的银行当中存多少钱是相关的。欧洲的这个信用卡市场的监管是让我觉得大开眼界。You can come in and we can cut it into some kind of blooper. This is my retarded white boy. It's here. Is your computer okay? It wasn't, but why? Because I was turning it on, they turned it on and off. Are you turning your computers back up? I mean, I turned it on. I'm not trying to think about that. I'm sorry. Well, A fight in camera, captured in camera. you're always so annoying. Did you get the event? I did. Okay, now go away. Women at work. Women at work. Women at work。 Okay. 在欧洲的这个信用卡是一个受到强监管的这样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你不能过分的去营销它，更不能去给它各种开卡奖励等等。信用卡这件事情一旦非常的商业化，造成的就是美国现在这样子的极端消费主义。我觉得全世界都应该把理财投资这件事情放到高中的这个基础教育当中，因为这一门课我觉得跟性教育一样重要。有很多美国人他就会在信用卡上所谓run a balance， 就是他比如说这一个月花了3000美金，他不去还完，他可能就还最低的还款是故意的吗？还是就是他其实没有这个消费能力，但是因为信用卡给了他很大的额度，他觉得好像这个钱是自己的。其次呢，他不了解这个利息有多高，并且对他的影响会有多大。信用卡的利息APR 在18到25左右，你要是每个月的那个余额，你的 balance 都去不断的去滚利的话，其实你的绝大部分的收入就是 going into the interest， 就是去支付这些利息了。在信用卡上不还清，我觉得是理财投资上能够做的最傻的一件事情之一。中国和欧洲的信用卡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尤其欧洲信用卡，我知道我的同龄人他的信用卡的额度可能在1000或者3000左右。That's me 欧元。我听说用信用卡取钱那个利息更高，是不是？对，That's another thing I would never do。对，用信用卡取钱这些事情都是投资理财的这个大红叉。对，我听说很多银行就专门想找小笨蛋。对，实际上信用卡公司从我身上是很难赚到任何钱的，甚至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是去捋羊毛的，他不会从我身上获得任何的利息。所以其实都是从穷人或者对于这个理财没有任何的头脑的人身上，信用卡公司去赚很多的钱来补贴像我这样子的比较 savvy 的用户。信用卡呢其实是一种模式的这个债，对吧？我想说这个对于债的这个观念，其实3个地方的人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美国的这个债的这个率是非常非常高，就是很多人欠着很多很多的债，可以说包括他的学生贷款呀，包括房贷呀，包括信用卡债呀。中国呢储蓄率历史上是比较高的，对吧？对，小的时候绝对有那种感觉，看到父母都是好像一直在存钱的那种。对我们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不要过分的这个举债，如果说要借债的话，有一些很好的债，优质的债，比如说很低的这个房贷的利率，如果你可以前段时间在美国你还可以借到这个
2%点几的这个房贷，30年房贷哈，那像这样的债绝对是非常非常优质的，是一个低息的这个长期的贷款啊，像这样子的债你借多一些，其实是对你有好处的。我跟你讲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对我启蒙的这样一个故事，就是2个老太太，一个中国老太太，一个美国老太太，在天堂相遇了。她们都是80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中国老太太呢说，我省吃俭用了80年，终于存够了足够的钱，全款买下了一套房住了进去住完就死了美国老太太呢就说，我20几岁的时候就买了一套房贷款还到现在才差不多还清，但是我已经在这房子里面住了很多年了，对吧？这个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好的债有多么大的价值。债的这个 nature 就是你用你未来的可能得到的这个现金流去用来borrow against， 所以其实你是确实是在预支未来的钱。我觉得每个人是应该要有一些债但是一定要是好债，信用卡的债千万不行。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特别是给艺术行业的，应该上一节这个方面的课。非常是对，因为大家都很没脑，反正我认识身边的所有的人都很穷。今天这个视频如果火了的话，我相信各种信用卡公司都要来找我说，能不能把这个视频下架我付你钱不要透露他们的dirty information。对今天的这个谈话呢，我觉得我们之前也有聊过，可能就是我会说的比较多，大家也提前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哈。但是没有，不要不好意思，这是我的一个非常这个感兴趣、非常充满 passion 的这样一个话题。因为我很多年前读到了关于 predatory lending 这个，相当于放高利贷，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头发都气得竖起来。我就突然发现，我对于这个金融方面去压榨别人的这样一种行为，我是非常非常憎恨和不耻所以我发现我还对于这些事情挺有这个 passion。对，因为你有这个打抱不平的那个。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储蓄率这件事情，美国和中国又形成了一种对立。中国呢，历史上是这个储蓄率非常高的一个国家，但是在美国有很多人是真的赚着不少的钱，却所谓living paycheck to paycheck，月光族。月光族。对，我在波士顿有一套房子，我租给了一个这个跟我年龄相仿的一个美国女性租客，单身的。她呢赚着年薪100K 美金，就是10万美金左右，付给我的月租是3300多美金。我其实租给她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挺唏嘘的，就是她的这个收入比我低很多我当时收入是她的好几倍，但是我的月租比她还少。对，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我现在可以坐在这儿不上班，他还在不停的上班。所以不同的这个储蓄率，不同的心态会我觉得会引导你走向非常不同的这个人生道路。对，我很希望年轻的女孩子可以听这一集的节目。其实当你了解了这些信息之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你也可以成为月光族，你也可以成为像我这样言进松出嘛。但是我觉得这些选择一定是要在有了这个信息之后有意识的去做出的选择。对，让我想起有个就是前2年比较火的一个故事，有一个这个 YouTuber， 他是欠了那个就是学生债多少百 K， 就自己很崩溃，他就把自己的这个秘密给说出来了。当时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在这个相机前，所以他当时说他要决定快速的把这个债还完。他也没有理财头脑，他当时就现学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真的就是从他每一堂课这样子学怎么样去把这个钱还光，到他最后2年多把这个钱给还了。看到他我非常感动。快速还贷这件事情也不是所有的场合都是就是一视同仁哈，优先去还这个利息最高的，而那些比如说30年房贷等等，甚至包括欧洲有40年房贷利息非常低的，那一定是最后一个还。甚至说我父母之前有去冲贷款的这件事，他们想尽早这个还完嘛，这个也是一种非常中国人的这个想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当你房贷利息非常低的时候，比如说你每个月多还5000美金你这个5000美金如果在外面的投资市场可以赚到7%的话，你的房贷只有3%，你为什么要去还呢？对不对？要是我的话，我会做一件相反的事情，我会把这个房子里面的钱多取出来一些，这个叫做 cash out refinance， 就是在你那个利息非常低的时候，你可以从你房子的这个 equity 当中多取一些出来
这些钱你可以用作他用，包括去投向更好的地方。我个人觉得中国和美国是比较喜欢装大方的，对，买单啊什么的就抢着买，看电影都是，然后你看到那个美国那些家长 OK checks on me 就那种，然后在欧洲电影看不到这个。对，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中国和美国大家不是那么舒服去会说自己想要省钱，但是在欧洲我发现我经常听到这个成年人哈，30-40岁的也很正常，就会说啊，那个我不想去这家餐厅太贵了，或者说我只想喝酒不想吃饭。在美国就很难哎，就如果说一群朋友想要出去吃喝，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朋友会说太贵了我不去，他一般会找一个理由。对，我觉得还是要有这样的空间给大家有不同的这个消费能力哈，给大家有这样的空间去表达。在英国就是不流行小费，它最后会有一个那个10% 的一个就是 service charge，通常都是在账单里面的会给。但是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次我们出去吃饭，然后那个餐厅也很一般，态度也非常一般，然后到最后账单的时候，他说：“Ella，你介不介意我不给这个10% 的？”然后我才知道，就是原来你是可以有这个就是选择的，作为消费者的话，是就是有很多这种 opt in versus opt out， 其实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像你刚刚说的到了这个英国的10% 这个 service charge， 其实也是一种 opt out， 它虽然放在账单上面，但是实质上你是可以拒绝的。行为心理学的这个小小的 tricks， 它如果放进去的话，它收到的一定更多，就是绝大部分的人会让它留在这个账单上。对，因为你也不想就是去计较，你想一个开心的晚餐。对，默认 bias 就是 default bias， 如果它本来是这样子的话，你要把它从本来的状态去改掉，是有一些行为上的这个friction。我觉得中美欧之间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什么东西大家觉得贵，什么东西大家觉得便宜合算，是非常不一样的。曾经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住在上海的姐妹，让我大开眼界。她呢，月薪3000人民币左右，但是她买香奈儿。他还买了一辆奥迪的车，这个其实跟美国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同的一个对照。怎么买得起？我的问题是，对这个我也很想问，因为我也不买香奈儿，但是在美国的话，你会看到一些收入也不是那么高的人，他们会觉得一辆特斯拉，比如说是非常非常贵的啊，但是呢，他也会经常下馆子。你知道下馆子在美国有多贵？贵啊！对，我如果要喝酒的话，人均这个50到70是非常正常的，50到70美金。我就觉得有很多美国同学哈，就5万美金的车觉得非常非常贵，觉得无法企及，但是同时呢，又花很多很多的钱在那些吃吃喝喝上面所以他也存不起来多少。这个我觉得跟价值观很相似，对不对？我想就是想到一些小故事就是这个价值观其实在古代，就是因为我认识的都是艺术家，古代人对，就是拿那个米开朗基罗来说的话，他挣的还是挺多的，但他很拮据，有一定的给自己小金库那种。像巴赫呢，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斤斤计较的一个人。然后他德国人对他的那个记事本上面有他很多朋友，就是那朋友到临死了都还没有还他钱，他就会很不开心，就记得很清楚，一定要找他们的下一代把他这个钱再要回来，就一毫都不能够被占便宜。对，这个非常德国哈，特别是在巴洛克时期别说是巴洛克时期了，昨天晚上我有一个德国好友借宿哈，就他今天早上飞走了。他昨天来的时候呢，带着自己的面包和果酱，因为他准备早上吃，这是他的早饭。他也不想占你便宜，他也不想这个被你占便宜，一分一毫都不愿意。哇！但是呢，昨天他带来的面包放在这个地上一个袋子里面，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我的狗乔治把这个面包全吃了，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德国朋友的脸色就不太好看。然后我就说太不好意思，但是我冰箱里冷冻室有一个完整的一个 loaf， 就是非常优质的面包，我把它拿出来，明天早上你就可以吃了。对，他说好，没事。我没有想到他第二天早上真的就是完全不客气的就把我的面包切掉一部分，并且他切掉的部分就是跟他带来的被我狗吃掉那部分是一模一样大的，就是他真的是精确到这一点，他也不愿意占我的便宜，但是他的面包还是需要还的。
Oh my god， 这个我不行，我还在受震惊当中，还是猜。是这个，我觉得有很多中国人和包括美国人其实是无法想象的。德国人真的很奇怪，无法想象。对，我幸亏我老公不是这个样子。大家觉得德国人好像严密啊，然后东西做出来质量很高啊，做事情很认真，没错。但是有一些这种硬啊，对那种对那种很 peculiar 的那些做法，但是莫扎特就不一样，莫扎特就是一个。就是花大钱的，他就是钱还没到已经花完了，就是他是那种就是嘻嘻哈哈就花完了的那种，所以他到最后死得很惨，他就是在那个乱葬岗里面，就是尸体都找不到了，就是在什么缸里？乱葬岗。哦，乱葬岗 ，Holy God，他不是40几岁就死了吗？30多，35岁，对，因为他没有钱了，就是家里面已经他有孩子有老婆，就是已经没有钱了，对不对？所以刚才我说到我最大的关于钱的这个恐惧是人死了钱还没花光，他是实践了这个反例哈。对对，哎，他住的那个维也纳公寓都是 designer 那种，就是 apartment， 就真的有多少花2倍？对，就是全部就是花到骨子里是个美国人。对，但贝多芬的就跟他就是特别不一样。贝多芬是一个非常大方的，贝多芬也是德国人，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区别。我就觉得要找贝多芬这样的人，他就是对很多人都很大方，包括他的那个朋友有受难了，他会就是自己拿钱过去给别人，就是至少让别人过一段比较好的生活。他呢就是他当时那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交响曲，就是出版了之后就得了很多稿费嘛，然后他当时这稿费一来，他就二话没说，立刻买了一匹黑马。就相当于现在的可能保时捷吧。你知道我是想买什么吗？想买什么？我想买琴。哦，对，两台斯坦威，斯坦威听着哈。那你要买个房子先。房子都没想过，现在有些琴对放不下啊。有很多人，你知道我认识很多钢琴家，他们是有了琴就直接睡在钢琴下面。就没地方睡，所以你说这个价值观有多扭曲？对啊。那我们说到了美国和中国，艾文，你在欧洲住的时间比我更久，你觉得欧洲人喜欢把钱花在一些什么东西上面呢？会有一些什么侧重？花在很多就是体验啊、旅行啊。就是我觉得下馆子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就是还是一种比较好的享受生活的方式。对，享受生活，尤其在南欧哈，吃啊、喝呀，就是生活很大一部分。对，社会系统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对，福利比较好。葡萄牙稍微差一点，北欧啊，或者是像西欧，大家觉得比较有保障，比较有安全感。绝大部分的地方，这个医疗和教育都是可以免费的，当然可以选择私立的，也不是那么的贵。那很多人就会把闲钱花在一些体验啊、旅行啊、吃饭等等。对了，你喜欢去什么样的地方买东西？大超市呢，还是当地市场呀、小店等等？我肯定是喜欢去小的，就是那种当地的那种 local business，对。然后因为这边的，我觉得欧洲它有那个季节性的蔬菜。你呢？我在葡萄牙也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哈，就是你要买蔬菜水果的话，到遍地都有的这种蔬菜水果店，每天晚上他们都会进货，非常的新鲜，价格很低。刷卡的限额是5欧元起哈，我有的时候经常是这个买不到5块钱的，买了一堆，对不对？就不断的去这个货架上去拿，我说再来一个这个，再来一个这个。当然也因为这个买东西非常的方便，你有的时候一周会买好几次嘛，或者每天买每天想要的新鲜的东西。这一点和美国呀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同，当地的小店或者说当地的市场那些地方太贵了，大家都开车去大的 big box stores， 对吧？大超市去完成这个1周或者甚至2周一次的这个采购在葡萄牙我真的觉得很幸福，就走到楼下去买一些蔬菜水果，而且这边到处都是那个 local 那种农市场嘛，是对。是，我很喜欢这个 concept， 对，是我每周6的这个固定项目。说到这个买东西，我觉得最贵的地方我是经历过是在香港，那个买就是去，因为香港那个不管你是去那种菜市场还是去这个他们叫 wet market，我就感觉我要取一堆现金，然后就这里100那里100，然后你玩一圈就是600-700，
去到那个超市就更不说，如果你想稍微追求一点点品质，什么你想买有机的，因为它没有自己的农产品嘛，所以必须全靠进口，给这个普通的人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因为等于是说你只是在追求普通的生活，你不是会去下馆子，就是把人逼着在这个 hamster wheel 在不断的跑，你要赚很多的钱，你才能够维持一定的这个生活的品质。对，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对照，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关于钱的这个关系。我个人觉得我的观察呢，是在中国的这个家庭当中，大部分的这个家庭的文化呀是大人是会给小孩钱的，对吧？这个甚至包括18岁以后，其实孩子如果想要上哈佛研究生，家长一般来说都是支持的。但是在欧美的这个家庭当中，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情况。我身边一起长大的一些朋友，父母就充其量就帮你把大学给支付完毕，但是之后的那个 further studies 就对，完全是对，就自己来，你有多少就你没有，那就是你的命了。对对，所谓的这种我觉得精英教育在我们就是中国这种家长里都是会以铁心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嘛，但是在欧洲是不可能的，所以其实很多欧洲人他不会有哈佛梦，也是因为他觉得根本就付不起。很多欧洲的家庭呢，从小的这个观念就是你要自己赚这个本科以后的钱，包括你本科期间的生活费，也是要自己赚。所以那个 gap year 是很流行的嘛，去大学对去挣钱，对。我的 partner 呢，他的本科是在瑞士读的，家长呢在那个18岁的时候就跟小孩基本上就已经经济上可以分开了，因为很多这个学费是免费的生活费的话他们要自己想办法，学生自己要想办法。但是瑞士呢，是物价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当然，你要是一旦工作了，你在瑞士生活的问题不大。但是作为大学生，东西非常非常的贵。我的 partner 告诉我，他大学时期他们的一大群的这个同学都有一个什么习惯，就是 shoplift， 包括吃的呀，包括酒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甚至变成了一种爱好，变成了一种运动大家都去比较，觉得很酷，是不是？大摇大摆的这个盗窃出来一个最大的。Oh my god！是所以其实让我大跌眼镜我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的一个美国的同学。家里非常有钱，这个同学想要去上哈佛商学院，然后父母不愿意给他1分钱，甚至不愿意贷给他，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是比较很普遍。对，其实也有得有失吧，对吧？当你没有这种经济关系的时候，你可能就跟父母之间的空间感也保持得比较好。你觉得呢？我觉得是，要不然他会一辈子念叨。你看，你当时那钱就是我出的，控制。对，是是。所以，我们在松弛感那一集也讲到，就是搞钱这件事情过分的话，就是不利于我们的这个松弛感和生活的满意度。如果说你有搞钱的能力，那使劲去搞没问题；有能力的挣，没能力的省。我觉得我是属于第二者。每个人其实应该搞清楚自己跟钱的这个 unique 的这个关系，对不对？那我也想问你的与钱的这个关系是怎样这个演变，怎么样进化？我跟钱的关系小的时候是完全也是不懂理财的，因为从小就在国外长大嘛，而且身边的朋友都是同样的这个类型，都是靠父母来资助你，所以从小就没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跟钱的一个就是关系，对，不知道怎么样去跟钱相处。然后通常大家都是一堆就是收到学费、生活费，一起去逛街，去把这些钱全部把它用掉。当然自己打工了之后又是不一样的了。跟钱的关系是要看你跟什么样的人相处，这个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现在跟你相处，我就会觉得原来你在理财，我怎么不知道呢？对，我就会想可能在你这里学一点。所以就是我还想问问，就是你呢？你觉得你跟钱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节约或者说看重钱这件事情，形成了我的一个这个肌肉记忆。那我问你，你会去 coupon 吗？现在不太会了但是如果看到有打折的我会选择打折的，直接的这种省钱的方式会比较的吸引我。现在像毕竟也33岁了嘛对于钱的这个关系放松了很多，没有以前的那种如果有人这个欠了我20块钱不还，我心里会有一些难受。现在真的不会了我觉得这个账是不可能平的不像我的德国朋友面包切一半我估计他是丈量着的对，我就发现如果你想要把每一个账都平的话，你会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个
纠结上。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过去的10年里面学到了很多如何把这些事情放下。再举个例子哈，就是在商学院的时候，一大群人一起出去，必然有些人点的东西很多很贵，或者说有些人连喝好多杯酒，有些人根本就是不喝酒，但是最后都是大家 AA， 因为最方便，对吧？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其实我是非常不舒服的。我也问了一些其他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的 partner， 很多人我发现是不 care 的，他觉得很正常啊，但是我真的就觉得不正常，可能是因为我很为那些不喝酒或者说吃的少的人打抱不平吧。我觉得有一些商学院的同学哈，习惯性的去占别人便宜。他真的就是去到一个地方会点最贵的东西，点好多杯的酒，就是因为他知道最后大家是 AA 的。对我来说，我就回到我刚才就是天生的会对这种不公平产生很大的那种情感，我会主动代替那些没有喝酒的朋友说，我说这些人没有喝酒，咱们稍微算一算，也不用非常的精确，但是我希望可以让大家有这样子觉得相对公平的环境。如果说一些人永远在被别人占便宜，那他以后可能就会不愿意来这样子的这个 social function。如果你想吃的多一些，想要喝的多一些，你也要有这样的权利和自由，那你自己付自己大概的这个份额，我觉得是对所有人来说是最公平的。对，说这个公平的这个点的掌握，我觉得我在过去的10年里面还是学到了蛮多的，包括对于自己其实也放松了很多。如果说我买了一台电视，第2天就打折，我也不会去想这些事情了。像你刚才说的，每一个人有自己独特的这个体验和这个 journey 但是和钱建立非常健康的关系，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对。关于这个穷人和富人的这个思维有什么不同哈？就是我先讲个例子，我有钱多的朋友，也有钱少的朋友。我先从钱少的朋友开始讲。我有一个朋友从小在法国长大，他呢就非常没有这个经济头脑，只要银行给他记账单，他就会很害怕，他就会躲到厕所里面去哭。可能就是今天比如说收到了5000欧，一下子1个星期就花完了。然后你还要再花未来的钱，对不对？对，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恶性循环之后就会越来越差，然后而且运气也会不好。这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见过是比较极端的一个 case。然后我还有这个富人思想的朋友呢，就是他非常有钱，他们也没有小孩，没有任何的这个负担。然后他说等到他老的时候，他就把剩下的全部一直去住5星级酒店，然后住到就是那个他死，然后剩下多少就去捐献就可以了。他说的这个其实有很多人实践的，你知道在这个纽约曼哈顿确实有不少非常有钱的老太太widow 了之后呢，就在酒店里度过 the rest of their life。很羡慕。对 The Plaza Hotel 有一些这个5星的老牌酒店是常住居民。对，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现象我们可能这辈子不会有这么多的。说到这里，我想问问你，在这个 luxury 方面哈，你的这个对奢侈的花销，你觉得会在什么地方？越来越少吧。如果说在 luxury 上面花钱的，现在一般都是在体验上，比如说住的酒店，比如说飞行因为我真的发现30岁以后坐长途飞机的能力下来了非常多。小时候我可以15小时的飞机从头睡到降落，现在这个能够睡着一半的时间就已经非常好了，而且你会浑身酸痛，所以我逐渐开始付现金升舱。这个在我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我以前会觉得哇，这个升一次舱要可能$1000左右，对吧？这个$1000我可以买一个什么？对，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对，而且那个东西是一直是你的，比如说一个包之类的。我现在会发现我$1000宁愿花在几个小时上面，也不会花在一个包上面。我觉得这个转变也非常的奇特。对，小时候是无法想象的。是小的时候就是在你那个价值观还没有完全稳定的情况下，在摸索期间都还是干过很多蠢事。对，然后如果说酒店住的不是那么的好的话，也会非常影响你的整个体验。对，甚至会觉得心情不好到就是发脾气。对，就觉得这一趟那个旅行白来了。对，差了很多。对，所以这一点是
我会比较花钱的地方。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别人身上花钱。怎么样花钱花到点子上，让自己最快乐？其实为别人花钱是一个窍门。我跟我先生说的，他说你要那个戒指嘛，我说不要，我非常 practical，我只要情。然后说你还是挺会挑的。对，很多这个女孩子现在说宁愿要手表也不要那个钻石，对，钻石戒指这些好。对我来说，这个就是像这些jewelry 没有任何的，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对，我也没有。你对我也是看你，就平时我们也是做节目才带这些。对，其实我们应该说平时带很多东西，这样的话有广告位。潜在的赞助商、广告品牌朋友们，我们其实可以穿。其实因为我们是没有。我在这个luxury 上面就跟你一样，现在就是喜欢可能去下很好的馆子，然后我先生是要喝很好的酒，对，他对这个就要求很高了。他以前也是没有这种要求，以前喝啤酒就行了，现在啤酒满足不了他了。然后还有就是稍等一下啊，胸贴掉，James 转台掉出来了，好像没有掉出来了。哪个胸贴的牌子可以给我那个？对，我们现在需要新的，我们需要胸贴，我们需要那个内衣，我还需要什么？那个 Andy 对，我需要好的。请问你准备怎么展示呢？那个不能展示的。OK， 对，我先生就是他是需要这个在可能愉悦上面自己的这个可能想去比较好的餐厅吃饭，然后酒店是必须要住好的。是，确实有一种就是30岁以后有一种可能不会再去委屈自己去稍微苦一苦省点钱，对，但是会在别的地方省，就像你说的，就是买名牌这些，这个欲望就比较低了。但时不时看到好看，还是会下那么一次。我现在真的不会，你现在一次都没有。对，我想说给赞助商听。而且我还会在什么上面投资呢？比如说家具，对，这个就是我会生活品质的，对，家具，还有就是像洗发水，这个冲凉液，我曾看到过它的对 toiletry， 我真的是惊呆，就是可能在这些因为贴身了嘛，是，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吧？我觉得是，也可能是因为头发没有以前好了。就年轻的时候，你很多东西真的就像皮肤呀、头发呀什么就很耐造啊，就是你怎么样去用最便宜的东西也会很好，但是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还是要好一些的东西去呵护自己哈，就是包括床单，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床单也是投资了，那个挺贵的，不便宜这些东西。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我们俩都是同样的跟钱关系的转变。是一个比较好的转变哈。你有没有认识就是钱多和钱少的这个例子？我想肯定有。在我的朋友当中，很多有钱的哈，就是他自己会觉得自己还不够有钱。为什么？因为他的周围所围绕的这个人都是跟他非常相似的。你一定要觉得自己比周围人有钱，你才会觉得似乎会更高兴、更这个放松的状态。实际上，这样的话，他就缺乏了一种真正的这个 perspective。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浪费，就是我觉得你已经这么努力，或者说这么天资聪颖，赚到了这些资产，但是你没有让他真正的去服务于你。因为其实有很多我的朋友完全可以心态躺平，去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但是他会觉得邻居都很有钱，我的朋友和同事都很有钱，所以我一定要继续赚钱这样子的这个互相之间的 benchmarking， 其实我觉得是影响他们生活质量的最大的一个这个因素。我觉得钱多的朋友呢，不要把自己陷入在这个我要不断的赚钱，为了赚钱而赚钱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有很多朋友比我们有钱太多了但他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自在。我觉得最大的这个你能做的事情就是去学会做一些不赚钱的事情包括爱好，学会做不赚钱也不花钱的事情。这个是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跳出的这个 tip。另外还有一种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伪钱多。有些朋友可能会收入非常的高，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 wealthy。 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固定支出也非常的多，所以他离不开这个收入。我觉得这样子的这种有钱是假的。他是用自己的这个不断去出卖自己的时间而换取来的。你的收入高和你的是否富裕其实是两件事情。我会希望大家尽量去思考怎么样把这个自己变得 time rich。
如何把自己富有的程度跟你需要花的时间给错开。我觉得我可能从小就是属于在时间方面还是比较 wealthy 的，就是有自己的支配权利嘛。对，我觉得这点是我觉得非常幸运的，非常幸运。对，你的10几岁、20岁、30几岁的人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当你有这个自由的时候，其实相当于收获了很多无形的这个资产。对对是。还有一点，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很有钱，但是又很抠门，或者说对自己非常的节俭的这样的人。有这样子的。然后我很不解你抠的一些让我觉得很费解的点。对，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哈。是。然后有一些会抠那个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当然我也不是说必须像所有的中国家长那样，就是所有的钱都留给孩子。但是就是如果如果孩子喜欢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或者他在这个方面是很有成就的，我觉得 why not？ 买钢琴是吗？给孩子买台好的钢琴吧，学生家长。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啊，就是这个钱啊，不管你银行里面有多少，这个投资账户里面、房子里面有多少，其实真正你拥有这个钱的这一刻，是在你花出去的那一刻。也就是说，钱你不到花的那一秒都不是你的。对，你让我想起一个家人朋友，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他跟我说，你永远只是这个财富的一个保管者，就这个财富不是就你带不走的，对，所以我觉得他跟我讲完之后，我会觉得他说，因为他的财富积累很大，他说我只是一个保管人，他说这个并不是说我的就是我就能把它吃掉的那种，很会钱生钱的人，他的这个钱生钱越来越厉害了，这个滚雪球越来越大了，他的这个责任也很大。确实是有，我也有好朋友，其实这个公司他完全就是不想管了，他自己已经不热爱了，但是因为他手下有人，他会觉得有一种责任把自己锁在里面。其实我还是觉得你自己的快乐是非常重要的。你刚刚说到的这个钱带来很大的这个压力，确实是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对冲基金嘛是这个管钱的专家了，对吧？但是实际上，当你这个对冲基金非常非常大的时候，是一个负担，找不到这么多合适的投资机会的。其实细化到个人来讲也是一样的，当你的钱非常多，你的这个对于钱的管理能力和你的钱跟钱的态度也要随之成长。中彩票的人，对吧？往往结果都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好，最后都变得穷困潦倒，而且又活得比之前还差。往往什么离婚呀，或者破产呀，养成这些上瘾的习惯呀等等。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人没有到这个程度，对，他也没有这个机会去学习怎么样去对待这样子的这个财富。我觉得富人最幸运的一点就是他可以把自己的自由给赎回来。穷人思想就是反过来了，不断去打工吗？我很喜欢的这个作家 Louise Hay 是 How to Heal Your Life 吗？对 How to Heal Your Life 那个作者，对，他说他从小是很害怕这个钱，但是呢，他也慢慢开始建立跟金钱之间的就是良好关系了。他说你要有一个 abundant 的这种思维方式，而不是一个 scarcity 的一个，就是短缺，什么都是没有的，就是你看到都是没有的。心理法则又来了，我觉得。桌子坏了我要修，窗子坏了我又要修，你看到都是一些很 negative 的东西，而不是说你就是说我是有足够的这个充裕的钱去维修我的这个家。等他建立了这个良好关系之后呢，他收到账单的时候他会非常开心的去付，他觉得你看我现在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去把这个账单瞬间的把它还清，而且呢他还在这个支票上面一个稳，开心的把这个钱还掉的。他就觉得这个海里面有足够的鱼，有足够的海水给所有的人，他就并不是说是一个今天我要嫉妒你拿了之后我就没了。所以他说这种 abundant thinking 其实会让所有的人都会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良好的一个环境，不是一个就是你争先恐后的那种。确实他的那个思想是比较前卫的，因为那个毕竟是70、80年代嘛。那其实我们也经常说多少钱就够了，你就可以开始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等等我其实这里就有一本我非常喜欢的书，对我影响很大很著名的这个 Virginia Woolf 的 A Room of One's Own。 I love this。 对，我当时也是刚刚离开工作不久，开始想要用这个写作。他就说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写作的话，她需要2件东西，一个是 A Room of Her Own， 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和一些钱
还有一个这个亲戚给他留了一笔钱，而且呢，这笔钱是一个所谓 fixed income， 有点像分红啊。他我记得是1年500英镑，对于他那个年代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钱。对，他是100多年前了。对，所以 Virginia Woolf 其实她很幸运啊。能够成为一个这个女性主义的这个 icon， 就是因为她说到我要女性要有足够多的钱，但是不需要太多啊，而且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我觉得这个房间其实是 figurative 的，周围有这样给她的空间，可以让她自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去创作，去思考。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坐在我的A room of my own， 对我来说其实意义非常的大。对，已经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对，而且这个房间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太多。对对对。当我搬到这个房子梦中情房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可能我没有1年500镑的别人留给我的遗产，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刻好像有跟这个 Virginia Woolf 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对，说到这个，就像你说他的这个 room of somebody's own，对不对？这是在艺术创作上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底气。有很多我有很多朋友说，那他们也想就是离开自己的这个工作，然后想就是去追求自己的艺术。但是我说在这个前提是你必须得有能力养活自己。对，我的身边的朋友家里面比较富有的，对，能够让他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就是去追求艺术的这个闲性。就像以前的像很多就是艺术家不是会被那个美第奇这样的家族给就是不算掌控吧，就是被 sponsor，对不对？对。但是呢，也有是那种不信邪，就是要靠自己，就是完全就是我就要走艺术路，然后我就不顾一切了。这个其实是很傻的，我觉得在跟钱的关系上，把压力全都放在了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上面。对对，然后每一天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巴西是个男孩子，他非常好的钢琴家，但是就是特别的轴在这个方面，就是他就觉得自己很清高，然后就完全就不顾一切。他跟3个女人生了3个孩子，在他自己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孩子情况下，所以他现在过得非常的痛苦。他现在穷的就是真的就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还要有3个孩子要养。追求艺术当中就是一定要自己要清楚，就是我有多重，我就能提多重的东西。对，是，对，不能超负荷。最好的就是有这个每年500镑的这个底气哈，就是一个 cushion。我的 partner K 呢，他也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他现在最想要的就是他觉得对生活很满意。没有什么缺的。如果说有一个 nice to have 的，就是创作自由。创作自由呢，最好从创作本身以外的东西获得。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想拍什么样的电影，拍什么样的电影。这个其实对于以创造力为生的人来说，就是终极目标了。分享稀奇古怪的故事之后，我现在又想回到关于这个就是投资理财，就是在钱有限的情况下，就如何不成为莫扎特是吗？对，千万不能成为。我充满这个 passion 的一点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对于钱来说聪明的事情不要去做financial suicide。我其实自己也有一个这个经济上的这个自杀行为，你猜猜看是什么？很难想象。就是去上哈佛上学。肯定很贵吧？对，就是你自己出的钱吗？对对对，就全自费加上损失2年的这个工资。但是呢，过去的就过去吧。现在至少我可以拿来作为谈资。基础金融和理财的知识真的一定要有。我真的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必修课，这个是影响你人生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去做一些这个傻事包括在信用卡上每个月不去还清，包括去借一些非常非常这个不好的债包括去把自己的这个固定支出提得太高，像你刚刚说的你的这个3个孩子的爸爸，包括在这个小的地方省钱，在大的地方浪费等等。我想问关于这个，就是比如说不动产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买房呢？因为我最近也看到很多就是选择不买的一些人，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那种。我觉得也很潇洒。在欧洲的话，你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人会租房一辈子，或者说租了很久很久。在中国人看来，这个
是不可思议的哈。是买还是租这个问题，我其实过去的10年当中有想过很多，因为我的第一套房是在自己24岁的时候买的，房贷利息很低的时候，其实买房相对来说是可能是比较合算的，你的这个月供会比较的低，这个月供当中一部分是去付到本金里面去，另外一部分是利息，本金那部分其实你可以想成是一种储蓄，而且在波士顿这样的环境，它的租售比相对是比较高的，就是如果你租售比非常的低那你就当然租房子哈，很合算你这个闲钱你可以去一个租售比高的地方去买房子，他可能人住在纽约，但他的房子在费城或者在巴尔的摩还有你刚刚说到的，就是我会不会在这个地方待很久我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市场去投入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忽视了不买房就不拥有不动产所给你的这种 flexibility 灵活度其实也是值钱的只是这些钱不是 explicit。 现在的我不觉得一定要买就是甚至包括我现在长期住的房子，我也不认为我一定要拥有。我觉得最健康的方法还是把不动产只是当做自己的所投资的资产的一种。那接下去我们也可以说说这个我刚刚一直在提到的投资其实不难。对于理财上我想分享3点心得。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有相应的知识，这个知识呢其实并不难获取我觉得可能大家比较缺乏的一点就是其实买指数型基金，买这些被动的这个大盘比这个任何 actively managed 的非常非常这个频繁去交易的这些策略都要好很多。我只是举个例子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获取理财的这个正确的知识之后去达成自己的这个目标，还是要系统性的去阅读去理解。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投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discipline， 就是自律应该说当你有了这个知识，并且你比较系统性的分析了自己的目标和这个如何去达成之后呢，要有长期的这个思维把这个你的资产投到了你的这个目标里面去之后，就一定要有你的这个自律不该看的时候就不要看不要轻易的去动你之前配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该动的时候要动，该调整的要调整，你不能去过多的去担心，过多的去操作是一种非常需要 discipline 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Nvidia 涨了很多包括这个Bitcoin 涨了很多，你也会想要去参与进去。那很多这个金融小白或者说比较失败的一些投资的方式就是去追涨杀跌，你可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你系统性的去使用这样子的策略一定是会输得非常惨所以这个自律这一点，不管你是工程系毕业、文学系毕业还是数学系毕业，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知识自律之后，我想再说一点，就是自负在投资理财里面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可以time the market 我们之前讲的吸引力法则，要有这个对于未来的这个美好的期望等等，你要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但是在理财这一点上，我真的觉得不要认为自己比别人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少数一个这个比较少见的这样一个情形，就是大家真的要把自己当成是平均，当成是普通人。是我很怕那些人就指指点点的，就我教你，你要投这个，你要投那个，就你是谁对不对？我认识有这样子的人，对，所以其实我刚刚一直在心里有点忐忑，因为我就是那种觉得这种事情是不能轻易教的。这3点如果你做到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不会糟糕甚至可能比那些不断的去操作、不断的去买卖的这样的人要成果更好。其实我觉得所有人都能够做到。我想起这个就是自负的一个小故事我认识一个葡萄牙本地的人，他呢是一个自认为自己非常厉害的房地产商，这里也有房那里也有房，但是我有一次我说你怎么就是看你生活没有改善呢？他说他投资了2套超大型公寓，都是200多平的公寓，在同一栋楼里面住在2套房子里面的人都是老龄化，很厉害Georgie 今天我2个生命中重要的男人都出镜了对，让大家看一下，刷一刷存在感Georgie 宝宝 OK， 那听阿姨讲笑话，听阿姨讲这里面的住了这2个老人呢，他就想已经岁数很大了，但是一直都还健在
就像我们第一期讲的，对，但这个可能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在欧洲啊，它往往会有这个租金的保护，就租客保护啊，相应的法律。在葡萄牙就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是很早就开始租这套房子，就有这样的这个合约，对，它的租金是很难涨上去的。举个例子哈，我这幢楼里面有很多套跟我相似的房子，我这套房子的租金基本上是市场价2500欧元，我之前说过。但是有些长久的租客哈，租着相似的房子，他可能只有几百欧。对，他那个就是一个是72欧，一个是136欧。天哪，没有人敢相信。有一天他那个他感冒很严重，然后房客要他去修一下东西，房客已经很老了，80多岁了，就说你怎么感冒？你不舒服吗？他说哎呀，他说那个天气不好，最近就是老是生病。他说你不感冒的吗？我从来不感冒，我身体很好。然后我们就开玩笑，就说你这个房子估计要不回来了。并且你说到一幢房子里面买了2套一模一样的，这个对在我的字典里面就是 no 啊。如果说你钱特别特别多，你可以考虑这个几%放在房产当中啊，也没有这么大的这个集中的风险。但是像很多我知道中国的父母哈，都是把很多很多的这个资产全都放在房子里面。我刚刚说到的这个 discipline 怎么样去展现，怎么样去实践呢？就是不管你觉得中国的房子有多好你也不能把所有的100%的资产放在里面。也确实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很多人都是因为房子而就是把自己弄得就是精力交瘁的。对，是。Yuval Harari 写过一本书叫做《人类简史》，对，他讲了一个特别多的段子，关于这个钱是怎么来的，是我们的一个 concept 嘛。他说，如果你拿这个钱，一个 green piece of paper， 你要跟一个 chimpanzee 一个猩猩去交易。猩猩肯定不会给你的，说我拿1块钱买你的香蕉 ，impossible， 他会觉得 What do you think I'm a human？ 对，我觉得特别逗，是，其实最早我们人类也是一样的嘛，就是 barter 嘛，对吧？其实是一个更直接的这个资源的互换但是这个钱你刚刚说的很好，就是其实它是一个 social construct， 它完全是一个被造出来的东西。对，我们赋予这个钱价值和意义。对，光是一张纸是没价值的。对，但是这也是我们觉得人类这个先进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做到大家 agree on something， 对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是产生了极大的作用。纸币其实就是暂时储存价值的一件事情这个让我们的人类的这个进程就是推动了很多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只有 barter 制的话你会希望大家给你送些什么东西呢？我其实有想过资源互换，就是互相的这个农产品可以。我其实也希望有水果呀，蔬菜我是很希望的。然后肉我不是特别的，就是有。对，你呢？长期需要的日常用品，比如说咖啡豆对吧？如果你种咖啡豆的话，我可以跟你换。对，你拿什么跟我换的？对啊，你要想想你要产什么。如果光是我可以把狗狗借给你撸，我也有狗那我给你什么呢？我会烘焙，我可以这个对，我要吃你的那个巴斯克蛋糕真的，其实这个原始社会有原始社会的好这个纸币的钱的出现，其实刚才说推动了我们经济的发展，但是实际上也造成了很多困扰，焦虑，对，很多困扰，战争也是这样引起的。对，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纠结于钱这些事情，其实我们离这个农业社会也没有这么远种田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对未来的保障是非常非常primitive 的，对吧？你可以喂饱自己，可以 sustain yourself，那些生活方式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就是其实有足够的就好了。对，以后还会来的，祝大家未来都不缺钱。对，希望大家都有这个 abundant 这个心态，想有的都可以买得到哦。谢谢大家关注，谢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拜拜。